现在讲课，今天就讲的这个法呢，是一个生病的时候的修法，生病时候这个病怎么会转为道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佛教徒如果有比较高的境界的话，那这个病啊、痛苦呀等等都很好的解决。但是修行的这个层次没有那么高的话就是遇到病痛啊或者是其他的痛苦的时候，大家都手忙脚乱，这很无奈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是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生病时候专用的修法，那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修法。这个修法是摩盘仁波切写的，这个修法是摩盘仁波切就那个为了生病的时候把这个病就是成为激励资粮和这个前除这个障碍变成这样子的方法，把病就是变成这样子的方法，所以就写了这个修法。那这个修法它有3个部分，有3种，也就是说有3种修法那3种修法里面，第一个修法是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的是，那我们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修这些法不看病不是这个意思，看病是肯定要看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也生病不但是生病，而且生病的时候也就吃了药。释迦牟尼佛身边也有医生这个他的这个医生给佛陀这个配了药，然后就是那个给佛陀这个吃药有一个故事，当释迦牟尼佛生病那个医生给他这个配方这些那个药的时候那个医生就是很傲慢，他说世界上就有2个人才可以解决人的痛苦他说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他是可以解决人的这个精神上的那些痛苦，另外一个呢，他说就是我我是可以看病治疗病，人的这个肉体上的这个痛苦是我可以解决。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2个人才可以解决众生的痛苦，他非常傲慢那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他有这样子的傲慢心，就是为了减少或为了这个断除他的这个慢心，把他带到这个喜马拉雅山，然后就是佛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地方就让他去辨认那些草药每一个草药的作用它的味道它的这些等等等，然后他就只能说出几个草药，其他他都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就是从头到尾把那些所有的这些草药的作用它的副作用然后就它的这个味道等等等等，它的这个配方的方法全部就给他讲。从此以后他就不敢说这样子的话就在这有一个佛经里面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医方面就医学方面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个当然是释迦牟尼佛是实现为什么要实现呢？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以后的这个佛弟子生病的时候就是要去看病去吃药这个意思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释迦牟尼佛就是实现生病然后生病的时候去吃药，有这样子的那个
故事。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就积累圆满了一切的功德，圆满一切资粮，已经早就脱离了这个生老病死。不要说释迦牟尼佛1滴以上的菩萨，他都不会有这样子的真正的生病，不可能。所以佛是绝不可能的。但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佛弟子还是要接受这个生病的时候还是要吃药但是这个修法是干什么用的呢？修法是在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接受这个医学上的这个资料的同时，在我们的精神上就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修法有些人呢就是没有修行的人就这个一些没有学佛的人，世俗人生病的时候，肉体上还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精神上就崩溃了有很多这样，在精神上的这个崩溃就导致了很多的这些身体上的就这个不健康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普通人，就不学佛的人生病的时候就生病了那个时候就是从来都没有想把这个病当成一个修行的法门，从来都没有把这个病用来这个积累资粮、圆满资粮和那个清净罪业，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只是生病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一心一意希望自己早日健康，就这样子，其他没有去修什么法。但是佛教徒那个接受治疗医学治疗的同时就把病当成一个修行的法门。通过这个病通过这一场的病就让我们就这个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新的感受。通过这些认识感受，就可以积累资粮，可以清净一些罪业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所以这个修法是很有用的因为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生什么大的病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个脱离生老病死。这个生老病死这个特别是这个死和这个那个病这两个随时都有可能这个遇到这两个因为那个去年我们讲过这个12缘起12缘起当中这个那个老和死这两个它没有分开，它就是12缘起当中这两个是一个数字。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死亡不一定老了以后才死有些人不老就死，有些人老了才死，所以他把这两个没有分开，就是要有提早要有这个修行上的思想上的这个准备。这样子的话，到时候如果生病的话那我们把这个病就可以用来这个做一些关于解脱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很重要的那这里面讲，如果一个修行人他生病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依靠这个病我们可以这个病就作为使我们积累资粮使我们这个清净罪业可以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方法是什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如果通过这个修法的话，不但是当时可以解决病的痛苦，而且它可以这个彻底的解决这个病痛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凡夫人，尤其是不学佛的人那他这个就是一心一意的去那个想一切办法去这个治疗当前的那个病但是
他如果万一能治好的话，那也就是解决了一次病啊，就是解决了这一次，他没有彻底的解决了这个病的痛苦。但是通过这样子的修法的话呢，它不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病转为道用，而且它也逐步的，也可以说是间接的，它可以这个解决，它可以这个断除整个的彻底的断除这个所有的病痛，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所以生病的时候要这样修。那修的时候，这个有具体的修法，就是有3种修法3种修法。3种修法当中，第一个修法呢，我们这个把病视为功德，做这个清净罪业的方法，这样的，把这个病就是当作功德，把病这个当作功德，就看他的功德，然后呢就病就是作为一个这个病痛，就作为一个前除作为一个这个清净罪业的一个方法，这是第一个修法。那第二个修法，第二个修法呢病这个病痛呢当作善知识，然后就是认真的在因果方面呢，就是认真的这个取舍，这是第二个修法。第三个修法呢，病就这个病作为修行的顺缘促进修这个6种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波罗蜜多，这样子有3个修法，这就是3个修法。那第一个修法呢，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去思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无始以来到今天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那轮回呢，前几天我们讲过了，轮回它就是一个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也好从这个轮回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这样子的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好都是对于这个普通的众生来说是充满痛苦的。不学佛的人这样子就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这个轮回当中，在这样子的充满痛苦的这个轮回当中我们是无始以来不自由的这个轮回。在这个里面轮回呢我们不是愿意就是不自由的这个轮回。那轮回的时候呢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又不去想这个轮回的痛苦凡夫人就是至少凡夫人不学佛的人都是这样子学佛的话还好一点，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解脱没有彻底的解脱，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思维轮回的痛苦了。普通人来说这普通人就是不学佛的人来说，他虽然是在这个轮回当中轮回然后在轮回当中不断的这个接受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呢他不会去思维这个轮回的痛苦，从来都不去思维轮回的痛苦。我们从来都是不去想这个轮回的痛苦，一直都认为这个轮回当中有什么幸福我们认为这个轮回当中还是有幸福，还是有快乐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这个全心身都投入在这当中去追求这个轮回当中的幸福和轮回当中的快乐。但是呢，轮回当中呢它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快乐，没有什么幸福，所以我们想这个获得这个幸福这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想法，
然后就是为了这个，为了在轮回当中啊获得幸福而这个努力的这些都是也是没有什么结果。从来也不去想这个轮回的痛苦，然后我们也不去做我们自己的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修行。除了修行以外，没有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这个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啊，很多人是不这么认为。但是这个每个人的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主观的那个观点，不同的观点，所以这个不可能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但是不这么认为也好这样子认为也好，实际上就是这样，本身这个轮回它的自己的真相是一个这样子一个这么充满痛苦的一个这样子的轮回就是这样子的，它的本性，它的本质它的真相就是这样的。它的真相它不会跟随人的这个主观的观点，它的本性它永远都是不会有什么改变，除非是修行从轮回当中解脱不然的话呢，它永远都是痛苦的。我们认为它是痛苦，它也会痛苦；我们不认为它痛苦，而且我们认为它是幸福的，轮回是很幸福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它的真相就是痛苦。但是很多人就是不这么认为，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轮回当中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东西，这个轮回当中有什么这个幸福有快乐，这样以后呢他就其他什么都不想，解脱呀修行那些都不去想，不去想，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在轮回当中获得幸福的那个努力上面。但是就刚才讲轮回当中呢本身没有那个幸福，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幸福呢？这是不可能，因为本身没有这样子的幸福，所以它是不可能得到。所以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天就是就往这方面花的精力时间都是浪费的。那现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去想呢？怎么样去想？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就要看这个病痛的功德。病痛有什么功德呢？病痛都是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它还有什么功德呢？它也有功德病痛也有功德。就是修行人，作为一个修行人，作为一个这个最希求解脱的人来说，在病痛这个上面也有很大的一个功德而且这个功德就是这个世间人的所谓的这个幸福快乐他都没有办法替代的，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功德。那这个功德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接受医生的医学的治疗的同时，我们要这样子想，我这次生病虽然是在肉体上有痛苦但是呢同时它肉体上就是跟我带来了这个痛苦的同时这个病同时也跟我带来了一些利益功德带来了什么功德呢？如果这个病这次没有警告我的话没有生一场比较厉害的病警告我的话没有警告我的话呢，我就是永远都我就不会去想人生这么苦呀。就我就是本身都是虽然知道有生老病死，但是没有那么深的影响没有那么深的体会，所以我把这个病痛轮回的痛苦呀都忘了。忘了以后呢，我就是从来都不去为了解决我自己的生老病死修行我就一直都往这个往外面，也就是说为了这个物质生活努力，我从来都不去想这个修行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没有病痛，没有病痛，医生都是很健康的话那就医生都是很健康的话呢，那就这个我们不认为这个轮回那么痛苦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个轮回痛苦的话呢，那就是修行的根本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是出离心。那就出离心我们没有办法培养起来，出离心是绝对没有培养起来的，绝对没有办法培养的那这次我生了病亲身就体会到，经历了这个人生的这个生老病死4个字当中的其中一个痛苦以后我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人就是有这样子的痛苦而且这个痛苦不是这一次，如果这一次我就通过这个医学治疗如果好的话，那也不能说我永远都解脱了。这个病呢我这次生病但是也不是以后就不生病了，生生世世还有会生病的，还有会更厉害的病，还是会生更厉害的病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体会就这个影响就比较深刻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开始感觉到这个轮回不是那么完美的东西人生也不是那么完美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就回头开始思维一些这个解脱呀或者是这个思维一些解决这些生老病死的这个方法那我们去思维这个解决生老病死方法的时候呢，唯一的是什么？唯一的是佛法哲学科学都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这些病痛科学家最后也都病死了有些科学家呢死的时候就是得了这个神经病有些时候呢精神分裂症有些科学家呢死的时候就得了癌症这样子死了因为他们也是普通的人，在这个时候都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解决医学只能解决，如果这个治疗成功的话也就是只能解决就1次2次的这个病痛，它也不可能永远解决这个这病痛那个时候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行，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修行彻底的解决生老病死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希求解脱，往解脱方面努力，那个时候就是往解脱方面努力。以前我们的那个所有的精力都在这个物质生活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眼光就转到这个解脱，转到这个解决生老病死的这个方法上面来了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是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培养出离心这是病痛的这个功德病痛确实也有这样子的功德。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米拉日巴如果他的舅舅和他的这个亲属没有那个欺负他们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好的修行他的那个如果米拉日巴的这个母亲他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痛苦的话被这个他的亲属那个欺负的这个痛苦没有那么大痛苦的话，他不会动员米拉日巴去修行。米拉日巴如果那个时候也就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他的那些叔叔等待这些亲属欺负的话，他也不会去杀那么多人如果他没有杀那么多人的话，他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修行的动力他就杀死了36个人了他就是这个杀死36个人，然后他就是讲了好几次的这个禀报以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死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动物最后他就心里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恐惧有压力然后这个恐惧和压力变成了最后他这个成功的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这个宾啊、通啊，他们都有。如果我们会用的话，会利用的话，它有功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一生当中不生病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傲慢心的，有慢心的啊。因为身体健康的话，它自然而然就是会有慢心、傲慢心啊。什么叫做慢心呢？傲慢心呢？傲慢心都是身体健康的话，就因为这个身体健康的话，他就什么东西都不放在眼里那他这个就看到病痛的人也好等等的都不放在眼里。他觉得因为自己很健康所以他这个很傲慢有慢心，他从来都是把这个修行这个解决生老病死呀，从轮回的痛苦当中获得解脱呀等等，他都不放在眼里，他都不去想这些事情。那自从生病以后，就深深的体会到人生的那个痛苦以后呢，就会改变这个改变主意，从此以后就是去注意这些，去在乎这些的。所以病就是有这样子的功德，这是一个这是这个那个入心论里面也这样子讲的这个思维的时候，这是一个思维的方法。另外一个思维的方法就最重要的呢，在佛经里面讲，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娑婆世界是有无着就是很痛苦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不像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没有那么的幸福这地方就是众生烦恼很粗糙然后这个环境各方面都是很痛苦的，相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当时发心的时候，他发心到这样子的地方去度化众生然后释迦牟尼佛的发心当中呢，在他的这个世界上这些众生受到一些痛苦，精神上的也好还有这个肉体上的痛苦的时候这个痛苦呢比如说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我们生一场病比如说连很小的病，就像头痛半天一天头痛，那这个头痛跟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佛的比较亲近的插图当中呢修很长时间的功德都不如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一天两天头痛的这个功德这个头痛有什么功德呢？就是因为佛这样子发心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任何一个人生病这样子的话呢他这个生病就可以清净他的很多很多的罪业这个清净罪业的程度呢，就刚才讲的，在其他的这个插图当中，修行的那个程度比那个还高所以在这个里面也说了，所以有些菩萨这个非常有勇气的、很勇敢的这些菩萨呢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为什么到这个娑婆世界？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呢，有很多痛苦通过这些痛苦就它可以积累很大的资料比如说像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等等，它本身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痛苦了它没有什么这样子的痛苦，它没有这样子痛苦的话呢，那就是也没有那个积累资量的那个清净罪业方面呢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效果没有那么好。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呢，就生病通过这个生病可以清净很多的这个罪业，所以有些这个很有勇气的菩萨专门到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来生病生了病以后呢，他清净他的这些生下来的他还没有这个清净的那些这个罪业
就很快就这个清净了，很快清净了以后呢，他成佛的时间也就很快了。所以就有些这个菩萨也就很多的这些菩萨很勇敢的菩萨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专门让自己这个生病。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刚才讲的因为这样子的在娑婆世界，就是因为佛的这个跟佛的法性有关系，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世界上生病的话，比其他的这个刹度当中修行还好所以很多菩萨到这个地方来这个生病这样的。因此这些一些高僧大德也就经常生病了。很多人也问，这个高僧大德生病为什么这么生病呢？很多不懂的人就是认为学了佛以后呢就不生病了，不需要吃东西了，不需要穿衣服，什么都不需要了，只学佛就完了。就很多人是这样想的那他们问，那这些高僧大德为什么还要生病呢？有些这样子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有两种答案两种可能性。为什么生病？就是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是这个生病给弟子看生病了吃药了，然后释迦牟尼佛生病的时候也让这个弟子们念经这样子的记载都有这个佛经里面。那些都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东西，就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实现给别人看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虽然是这个成就者但是他的成就的这个层次还没有达到佛的境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得了这个一地以上的话，在肉体上是不会有痛苦的。但是在这个一地以下资粮道还有这个加行道，在这个当中就停留在这两个的阶段的这些菩萨也好，高僧大德也好还有业障的还有业障没有清净那个业障要清净的话就是要通过这样子的方法来清净这个业障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另外一个莲花生大师也说了，另外一个呢有些高僧大德生病方法也很残忍的，死的时候圆寂的时候也就是非常残忍，就是像普通人比普通人还差就是对那种方式去圆寂都有。那这个为什么呢？它是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它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如果这样子圆寂的话呢，它把这个就可以牵出一些对佛法的一些违愿对众生的一些这个灾难它是通过这种方法去圆寂的话，可以这个可以牵出这些痛苦的所以也有这样子。那这个刚才我说了两种可能，就是三种可能了，就是答案就有三种这其中那一个就不知道了，他们自己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们自己肯定是知道。佛是纯粹是就为了众生度化众生实现的。其他的呢虽然不是实现自己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业障还没有清净，那他需要清净这些业障所以会生病的。但是在这个佛经里面讲很多这些阿罗汉他生病的时候有些是饿死了有些是就是被别人这个杀死了，很多这样子那他们是他们这次的死亡他们这次这个受的果报是最后一个果报。这个果报受完了以后呢，他就彻底的解决了所有的果报，他再也不会受任何这个果报，他就成就了那有这样子的。另外一些就是在密宗里面讲，这是刚才我第三个讲的是那个第三个答案是密宗里面讲的那些一些成就者，一些伏藏大师，真正的密宗成就者，他死的时候就是为了牵除一些众生的灾难
为了牵出一些佛法的一些这个违愿啊，那他自己实现出这个病痛还有死的时候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些方法啊，那这些都是有很多这样子的那个可能啊，实际上这个具体的呢，我们看不出来，他们刚才讲的那些，他们自己会知道啊。但是这次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高僧大德怎么样病呢？高僧大德为什么要病呢？只是我随便在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这个修法不是这个修法，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怎么样想呢？刚才说了，这些菩萨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专门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生病就是可以清净他的这个罪业所以我这次生病的时候，我虽然不是这样子故意到这个地方来生病的，但是我这次生病的话也有同样的效果，也有同样的效果。所以我这次这个生病的时候我这次通过这次的生病可以牵出，肯定是可以清净我的很多的业障所以我要高兴，所以我值得高兴，我要接受这个病那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要这样思维，这是第一个修法特别是佛经里面讲就宣讲如来藏的人，或者是接受如来藏的人，或者是修这个空心的人他这个人呢就是这种人他如果他这个他是这样子，他可以在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一个身体上通过像头痛这样子的小的痛苦，就可以这个解决下意识堕地狱的这样子的罪业，可以解决的意思就是可以清净下意识堕地狱的这个堕地狱的这个罪业这个佛经上就很清楚。所以我们的话，大家都是虽然这个修行的层次不一样真悟空心有没有真悟，这个也不好说但是每个人都是开始修空心的人，开始修这个如来藏的人这样子的话呢只要我们相信佛的这个金刚语的话，那就是佛说这种人如果生病的话，就是通过头痛一个像头痛是就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那个病痛里面最小的一个就这个痛苦那就是连这样的小的痛苦都可以清净下意识堕地狱的痛苦，堕地狱的痛苦这是佛经口说。所以这个病痛从我们的肉体上的痛苦的角度来说病痛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这个利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病痛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这个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怎么样修行？具体修行的时候怎么样修行呢？刚才我前面讲的都是具体的修行，就是生病的时候要这样子的思维思维以后呢，然后我这次生病，那我就是通过我的这个病可以清净我下意识堕地狱的那个罪业，可以清净这么大的这个罪业所以是值得高兴的心里面这样子思维，这是第一个修法。然后第二个修法是把那个病痛思维善知识当作善知识，病痛当作善知识以后，在因果的趋势上面要认真的对待这是第二个修法。那第二个修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思维呢？当生病的时候就是要思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以后如果我们不祈求解脱的话，将来还是会这个
因为轮回它是无始无终啊，将来我们还是会生生死死，还要就是要接受很多的这个痛苦。我不止这一次要接受这个病的痛苦，而且生生死死还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痛苦。但是这些这个道理呢因为以前我没有去想过，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就是通过佛的教诲通过佛的这个教诲知道了这道理以后呢从现在起就是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个病痛就转为道用。这次我比如说我这次就是生病这个病呢相对来说是还是不是很大的痛苦，相对什么关带这个地狱的痛苦呀，或者是畜生的痛苦，或者是人间的一些这个很大的这些痛苦来比较的话，那也不算很大的这个痛苦。虽然不是很厉害的痛苦，但是我就是这次遇到了一个这么小的痛苦的时候呢，对于我来说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凭那对整个众生，对这个六道轮回的那痛苦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微不足道的，这不是很大的痛苦。但是对我来说这么小的痛苦都是很大的痛苦，非常难忍的精神上肉体上都是很难忍的。那连这样子的这个痛苦这样子的我就是生了这样子的病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话无法接受的话呢，那我其他的这些这个轮回的痛苦我以后会怎么样去面对如果我这个堕地狱堕这个畜生堕这个恶鬼这样子的话呢他们的这些痛苦呢就是比我这次的这个痛苦的话呢就有天地的差别，痛苦就是远远超过我这次的这痛苦。那我以后都有可能，这次如果我不修行的话以后我都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而且是可以说是不修行的话是肯定的要去面对这些痛苦。那个时候我怎么样去面对呢我这次这个病是还不算什么大的病，那我连这个病都那么痛苦的话，那我以后要遇到这些痛苦的话，我怎么样解决，怎么样面对这些痛苦。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就要做一个我彻底的这个脱离这个病痛的事情，一定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这次呢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释迦牟尼佛传法，佛法还在这个人间我就是正好是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如果我这次生病我可以健康，还可以恢复，如果我不死的话呢那我生下来的这个生命一定要投入在这个彻底解决这个痛苦的这个事业当中我一定要把这个超越轮回的苦海，一定要这个度过轮回的苦海。那如果我这次生病了，我不能恢复不能这个健康，如果我这次死掉的话呢，那我还是要有一个准备思想上要做一个准备什么样的准备呢？我这次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就是这个过去未来现在三世的我的身体，所有的身体所有的这些财产所有的善根全部都供养诸佛菩萨，然后我发愿我这一次我就是这个病不能治好死了，但是下一世我能够这个获得这个菩提道，能够获得这个菩提道，我再有这样子的机会，不但是有机会在下一世呢，不像我现在这样子错过机会，我下一世就不错过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修行这个修菩提道这样子这个发愿，然后还是要
深信这个原理啊，一定要相信这个原理，同时就是要想啊，我这个原理是永远都不会，就是不会浪费的意思。我这个发了这个愿以后呢，它一定会实现的。因为它这个原理呢，它就是有这样子的力量，它是有这样子的力量。这个力量呢，啊，它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差错啊。那我就是这次这样子发愿以后，它一定会实现啊。第一个发愿，第二个就是要相信这个发愿的原理，这样发愿，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其他的生命，其他的众生啊，因为我这次生病了，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啊，我就知道了这个道理了。但是其他很多的这些众生呢，啊，他们有些人生病了，有些人没有生病啊。那生病的人他也没有知道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佛的教导，他就还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道理，还要在这个轮回当中无数的轮转，无数的轮回，在无数的轮回过程当中，他们也要接受无数的这个病痛的痛苦，病的痛苦。这些众生呢他是这个不自由的。在这不自由的轮转这个轮回当中我这次虽然这个病不能好，但是呢我还是知道了这个一点，这个道理以后呢，我就可以发愿了，我还会有机会的那其他众生呢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机会。我现在首先我发愿我这个原理实现了以后呢，我一定要让每一个众生明白这个道理。我一定要让每一个众生明白这个道理，让众生他们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让他们自己在这个痛苦当中脱离出来。然后有祈祷，这是一个发心，在发心的后面就是要有祈祷祈请诸佛菩萨我能够这样子做祈请诸佛菩萨加持我能够让所有的众生，让这个愚痴的这些众生，让他们明白我们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受了不少的痛苦了，我们还要不修行的话，就是要受这样子的很多无数的痛苦那我们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话，我们现在应该修行，一定要修行，就是要这个道理让他们明白。然后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祈祷，然后呢就是同时在自己的身体和这个肉体上面痛苦越大，就是度化众生，就是这个遣除众生的那个痛苦的决心愿力，就是发愿就是要越大，越要稳定这样子。然后呢，如果这个病能够恢复的话以后就是在因果趋势上面呢一定要认真的对待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有了烦恼造了业，我今天就是生了这样子的病如果我没有这个没有如果我造成这个空心造就这个解脱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病的。那我今天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解脱的原因。我为什么没有解脱呢因为我没有解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造了很多的业所以我从此以后呢，我就不能再这个造业。在这个以后如果我再造业的话呢，我还是会接受这样子的痛苦。以后我不再造业，我如果以后我可以恢复健康的话，通过我的这个身体通过我的这身体我一定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事。那这里面的这个有意义的事就是这个修行。这是一个我们的具体的修法具体修法就是这样。生病的时候刚才讲了一些这个发愿然后发愿以后呢
就是祈祷主要是包括这2个当中，一个是发愿或者是发誓下决心另外一个就是祈祷诸佛菩萨能够实现我的这个心愿就可以包括这2个当中。这是具体的修法。另外就是再说有些人呢，他不生病的时候呢，他什么也不想不去想这个轮回的痛苦也不去这个做这个因果的取舍但是有了病痛苦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开始这个在因果上面呢就认真的这个对待就因果趋势这些都做得比较好，所以这个病对他来说，这个病就是成为他的善知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尤其是在这里面说，尤其是这个讲经说法或者是这个修断心法的人，断心就是修固萨力的那个法的人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修行人如果是一个修行人的话呢，那个时候生病的时候，特别就是那个时候要看要特别的那个时候就是要看自己的能力要看自己的能力，看自己的能力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平时就是劝别人修行劝别人怎么样的或者是我自称是我自己是一个修行人这样子那我平时没有遇到任何痛苦，就是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呢，我自称是我是修行人等等等等但我是不是真正的修行人我就看这一次我就可以看得到我是不是真正的修行人我这次在这个病痛的这个折磨下，我如果真正的可以能够用得上前面的那些修法，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可以说我是一个修行人但是没有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这样子的痛苦，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说我是修行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但是是不是真正的不错就是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才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就是要自己要给自己说你是不是修行人我这次看你这次这个病痛这个难关你怎么样去过，你是不是修行，平时你都自称是修行人成就者等等等等但是你是不是修行人，你是不是这个这样子的人，我这次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就看如果这个时候就如果自己没有承受这个没有承受这个病痛的这个能力，这样子的话呢，这就是这就是一个警告自己现在我们的修行还这个不够深连这个面对这么小的一个痛苦我们都没有办法所以以后不能老是停在一个上面，一定要往前努力，一定要修行，一定要有进步这样子的。这些是具体的这个修法。然后还有一个它上中下的3种不同的这个病痛转为道用第一个呢，上等的呢上等的这个病痛转为道用是通过修行通过这个真悟空心和禅定的能力来转为道用那这些人呢，他这个生病的时候他就比如说一个人证悟了大圆满那他证悟大圆满的真正证悟大圆满的话，他生病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个大圆满的这境界的话呢，那这个人就是根本身体上根本感觉不到病痛所以这个有些在这个大圆满的修行当中修行人死的时候就病痛越大越厉害是越好的为什么呢？他如果身体上的那个病痛很厉害的话，他头脑是很清醒的所以他很容易那个进入大圆满的境界当中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死的时候呢就是像人睡着了一样，平时什么感觉都也没有，什么病痛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就是像人睡着一样的那个就是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候
头脑不是很清醒不清醒的话呢，如果修行不到位的话，那个时候很多这个修行的那些境界都会忘掉的因为头脑不清醒呢会忘掉的，忘掉那他就不能这个修中阴身的修法了。所以这个修那个痛苦就是肉体上的这痛苦越大越好的那个死的时候圆寂的时候是这样子。平时他修行的时候如果有这样子的见解那他这个时候进入这见解，进入这个境界的话，他不会生病的，不会有痛苦的感觉。另外就是禅定修得非常好的人禅定修得非常好的人，他也不会有这种问题。以前有一个上师坐前另外一个上师呢，他在一个上师坐前，他把这个供手指做电灯，手指什么电灯那他说你有没有这个很好的禅定呢？如果没有禅定的话，这个你是就忍不住的。他说我禅定是没有问题的那就进入禅定的状态当中，连手指点燃了，他没有丝毫的痛苦的感觉，这是禅定，不是证悟那这个禅定和证悟，有禅定和证悟的人，这个病就可以转为道用。对于他来说呢，并不是什么痛苦但是这个离我们还有很长的距离这个可能有点难度大然后第二个就是中等的是什么呢？中等的是通过修行，通过前面讲的那些菩提心或者是这个自他相还等我们以前讲的那些菩提心的修法还有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是如幻如梦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真悟空心的那些修法修得好的话生病的时候也可以当那个病可以看成是如幻如梦的那个人的真悟和禅定的境界都没有前面讲的那么高但是他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就可以转为道用了，这是中等的这个做法。最下等的做法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有两个修法两种修法是最下等的。最下等的就是为什么是最下等的呢？因为这个呢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做得到。前面刚才我们讲的那两种修法呢，我们普通人没有真悟空心的人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很稳定的那种禅定的人，四禅八定的人他也可以修得出来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病痛转为道用的方法。所以前面那个是最下等的。那最下等的人呢就用通过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方法去把这个病痛就转为道用这是第二个修法。然后第三个修法它就分成6个阶段，6个阶段就是6般若波罗蜜多和6般若波罗蜜多的修法。那第一个就是不是般若波罗蜜多。那这个修法呢生病的时候首先就跟前面的就差不多首先要思维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有漏的法，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已经经历了不少的无数的这个痛苦，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是执着我们的这个身体。实际上我这个身体呢它是这个无常的东西，很多这个东西的综合体，它不是一体。这个就前面我们讲那个我时候讲过一样那如果我们观察的话呢，这个身体上面不会有我，但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无明，我们就执着这个身体因为有这样子的执着，有对身体的这个贪著心，就引起了很多的烦恼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病痛但是我现在呢从现在起我再也不执着这个身体，我把这个身体就是布施给这些魔障碍废人等等这些众生布施给他们。
我再也不执着这个身体啊，就布施给他们。然后布施的时候呢，具体的修法是在这个无家心啊当中有一个孤沙律的修法呀，就是在孤沙律的修法当中讲的那样子修，就是把这个孤沙律的那些修法从头到尾修一遍。那同时就是把孤沙律的修法本身就是布施自己的身体的布施自己身体。这样子的话，第一可以减轻这个病痛，第二就是同时可以积累很多的资粮，第三如果这个人这个生命本身就是有障碍的话，那他通过了这个修法以后呢他就这个可以切除这个生命的障碍。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布施的修法。第二就是这个持戒持戒，如果没有这个没有病痛的话没有病痛的话，人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欲望那就是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些杀盗淫妄等等的但是有了这个病痛以后呢，他就因为就没有能力去做这个杀盗淫妄等等，所以通过这个病可以护持自己的这个戒律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要知道这次我不去那个杀盗淫妄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力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病了。那这次我通过这个病我一定要护持这个戒律，这样子的这个发心，这是戒律的修法。第二个般若波罗蜜多。第三个是忍辱。忍辱的时候呢，我这个病痛不是无因无缘的，这是我自己以前造业的果报那我这次就是一定要忍受这个果报。那同时我接受这个病痛的同时愿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一切众生的痛苦，也就是以我的这个痛苦来代替这样子。这是第三个这个忍辱的那个修法。第四是这个精进的修法。精进这个是在这样子的生病的过程当中，这个修行呢就很精进的很用功的修这些法那个时候就是我一定要用功的修，这样子发心同时也就是自己用功修，不间断的修，这就是精进。第五个就是禅定当我们的身体上面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厉害的那个病痛的感受出来的时候立即对众生发这个慈悲心，这是第一个，这叫做有缘的修法。无缘的修法呢，同时我们把这个病就作为对象，就是说缘境然后看这个病的本性看这个病的感受，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前几天也讲过这个每个我们的那个五蕴的每一个都观察了以后呢，这个色蕴香蕴受蕴等每一个都是空性的修法。这个修法讲过了，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呢，不是在理论上病刚这个真正这个身体感受到这个病的时候呢，同时把这个病就作为对境，然后把这个病就那个修成空性但是这个没有证悟空性的人就比较难那没有证悟空性的人怎么办呢？那就前面我们讲的那些推理的方法去推理，把它变成空性，只有这样子。证悟空性的人呢，就很好办了把那个病痛的感受一出来的时候呢，他立即就进入了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这个时候呢，这个病痛的现象还没有间断，虽然是有一点，但是人的这个那个意识呢，他就进入了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了。那这个叫做空性和病痛双运空性和病痛双运，因为病痛的这个现象还没有间断，还有一点这个感受，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对这个病痛他没有执着了，所以对身体没有那么大的伤害。同时修行的过程比较好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讲的，前面我讲过，那个修行人死的时候，这个病痛越大越好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呢，这个病痛的感受越强，他证悟的这个空性的力度也是越大的。但是我们现在达不到，那慢慢就可以了。稍稍证悟空性的人也可以这样子做。一生病的时候，立即就把这个你们回去就吃点不能吃的东西，让捅肚子看看怎么样，试一试吧。那这样病痛一出来的时候呢，立即就专注在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然后修行好的人就是在这样的痛苦和空性这两个可以双运的。这是这个禅定的般若波罗蜜多禅定的般若波罗蜜多有两种。如果我们空性做不到的话，这是无缘的修法，有缘的修法是肯定做得到因为我们就感受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那就是自己真正感受到这个痛苦。我现在这样子的痛苦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有不但是这个痛苦，而且有些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生命呢，比我这个痛苦还大成千上万倍的这样子的众生都有那连我这么一个小的痛苦遇到的时候我那么痛的话，那些众生会更苦的更痛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可以那然后呢我们就祝愿这些众生，愿这些众生早日脱离这个痛苦这就是这个这个悲心呢这就是这个悲心愿这些众生早日能够健康，能够有这个能够有这个幸福，这就是慈心。这个我们是肯定做得到的。这空心我们能不能做得到不知道了，但是我肯定做不到，你们能不能做得到不知道了。但是这个悲心慈悲心的话，就可能每个人都应该没问题的那这两个是这个禅定的修法了。第六个是这个智慧第六个就是智慧智慧是什么呢？在这个智慧简单的说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立即要想到我们的那个学过的那个这个清净病痛的修法那个时候立即要这个那个时候就不能忘了，那个时候立即要想到。这也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个智慧然后最重要的是在那些病痛，从世俗地来说病的人，还有病痛它的本质本体，还有这个人生病，就这三个叫做三轮要观想要证悟这个三轮体空。三轮体空这个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还是不能直接的感受，但是也可以通过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些推理的方法把所有的这些人病人病痛病人痛这三个都这病人的这个感受痛苦的感受这三个推理以后抉择空性，然后把他们看成是如幻如梦这样的。从生义地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这个精神物质一切都是这个空性的那这样子去这个感受如果真正能够感受的话，那个时候呢病痛如果真正能够感受证悟的话，病痛那个时候这个病痛的感受它可以转化为大乐大乐。什么叫做大乐呢？这就是不但是不是痛苦，而且这就是那快乐的感受。但是这个快乐不是我们世俗人所说的快乐，它就是一个证悟空性的一种境界这是六种般若波罗蜜多。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修这个六种般若波罗蜜多那如果真正是一个修行人如果其他修行修得不好也好，就是能够修这一点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三页的里面所讲的这个修法的话，那我们修行那个生病的时候就可以修6种般若波罗蜜多。那修6种般若波罗蜜多的话，那有些比如空性方面呢、证悟方面这方面呢，我们可能做的会差一些但是其他方面还是可以做的。这样子做的话呢那这个病痛就是成为这个修行的山源病痛是作为修行的山源获得菩提的很好的山源。如果这样子证悟的话呢这病痛实际上不是病痛了，病痛已经转为了这个菩提，转为了法身这样子证悟的这个成就者来说生病和不生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但是这个是最终的最后的一个境界其他这个我们现在还不能到达这样子的境界。但是前面他这里面讲了3种不同层次的这个病痛时候的修行呢我们其中今天这里讲的是最简单的最下等的这个修法这个我们肯定会做得到这个一方面呢修行的时候修这些修法的话，在精神上就不会受到太大的这个打击这是一个不会有很大的伤害但这个是不是仅仅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当然不是同时这个就是可以起到一些实际的修行上的这个利益，修行上的帮助，这也不是一个安慰这个是不是呢？这个是不是仅仅是一个安慰呢？精神上的安慰呢？当然不是第一个它有这个作用在生病的时候就精神上不受那么大的伤害，它有这样子的这个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一点，如果仅仅是这一点的话，那这是仅仅是一个安慰而已，没有别的但是实际上他这样子修行的话，也可以累这个资粮，同时也可以这个清净很多的这个罪业在那个健康恢复上面也有这个一定的帮助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也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应该有提前就是要有准备以后如果生病的话，生病的时候这个要修这样子的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千万不能忘记我虽然是修行非常非常差，没有任何境界，但是念这个医生把那个针拿来那个上次那张医生跟我打那个疫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准备这个了，那个打一个针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个针一拿过来的时候，我马上就准备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打针实际上不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还可以用得上这个打针刺进去还是有一点感受，我把这个感受可以利用起来了没有这个真悟空性那些境界是很差很远很远，但是这些去远不远都无所谓了，就是能做到的先做做到的就不做了，就做不到的就本身就做不到，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很遗憾了另外一个我们山上有一个很年轻的干部，他学得非常好但是得了这个食道癌到处都去这个求医，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有一个瑜伽师让他闭关3个月，在这个闭关当中就是修普拔金刚那他告诉我这件事，我认为这个为了病修普拔金刚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没有说什么，他就闭关了闭关没有过3-4天就出来了，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因为他这个食道癌就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什么东西都就吞不下去了，他就再这样子去闭关的话肯定会死掉。他出来他说他要到别的地方去看，他说他要到西陵去看病，那我就送给他一本书，那个修行契要的那本书，我就送给他，说你一方面接受那个治疗，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接受，医生这么说就这么做另外一方面呢，有些病就到处去求也不一定能够治得好，那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就修这，你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就修一修这个自他相还，我就给他了
啊。前几天他跟我打电话来了，他说修了这个法以后呢，他说我一生当中学了那么多，修了那么多，但是这次我生病的时候修这个自他相还的效果，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子的这个明显。任何一个修法，任何一个学习，没有让我那么感受那么深。前几天他我打电话，我深信这一点肯定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以后生病的时候也是也要这样子做。刚才说了，我说我没有修行，但是针拉出来的时候都我这样子准备的啊。去年就是又扎了很多针呢，每次都是这样子，有一定的收获了，啊，所以我想有些时候还是有点病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啊。这样你们也就以后生病的时候啊，要修这些法啊。就今天就讲到这里。Sonum de tanja zubani doni ni be jana baji kirga na je walon de ba chebe zole do a do jo om a hom banzer pa ma se de hom om a hom banzer ba ma se de Om